今天干的这件事情应该能够气死黑子。我拿黑子给我赚的钱去买了肖战的新专辑，今天下单的钱打给肖战工作室。黑子们来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。2月份的时候，天天在我账号里蹦蹦，这不，抖音给了102块钱的激励金 ，B 站是给了196，视频号是60加30 90块钱，3个平台加起来是差不多400块钱。我除了可以买肖战的新专辑，还可以等《藏海传》上的时候去买视频网站的会员，支持我单的新作。这个激励金是怎么来的呢？简单来说，像我这样的博主，包括明星和明星工作室的账号，发布的每一条视频都有网络版权，都受著作权法的保护。平台因我们的创作留住了用户，获得了流量，就要分钱给我们。我为什么劝我的同单不要跟黑子置气，不要给他眼神，不要给他回屏，不要跟他互怼，就是因为你给他的每一个点赞，每一个播放量，每一条评论都能助长他激励金的增长。我为什么在风口浪尖的时候都没有删视频、关评论区，任由黑子在网上网暴我呢？就是因为我要跑通一个逻辑，那就是资本花5毛钱请水军请黑子来黑我单和我单的作品，然后这帮黑子和水军在我账号上哼哧哼哧的干活，给我赚激励金，我再含泪用赚来的钱去支持我单和我单的作品，换算下来就是看不惯我单的资本在支持我单的作品和事业了，真的好感人。每一个怼不过黑子的同单，我建议你跟我一样做账号，而且一定要发哔哩哔哩，因为他给的激励金多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泄愤的话，没必要做得我这么专业，这么辛苦，只需要正常更新追星的日常和偶像的动态就可以了。等到咱哥作品上的时候，你就正向安利，那些黑子和水军闻着味儿就来了，让他在你的账号给你哼哧哼哧的赚钱，你再拿赚来的钱支持咱哥的事业。哇哦！如果你有更多的精力，而且想像我一样在互联网时代成名一次，哪怕做一个小小的网红，那建议你更新一下自己的认知，打造个人 IP。做追星博主真的还蛮幸福的，首先可以结识5湖4海甚至海外的同单，我如果不做这个账号的话，才认识几个肖战粉丝啊。而且小飞侠都是人美心善有头脑的存在，认识他们后真的好幸福。其次，在做账号的过程当中，整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会越来越趋同自己的偶像。做明星和做网红的底层逻辑其实是相似的，那就是不做昙花一现，而是让自己持续具有竞争力。最好的人生就是找到一件事，做一辈子，找到一个人，爱一辈子，让自己的生命力更持久。很多想法跟我单的语录都对得上。我单说过要创造非自己不可的价值，本身明星也是 IP 了，那做 IP 的逻辑就是要接纳自己，认识自己，然后不断的放大自己，不要去模仿别人，而是要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我在经营自己账号的一开始就是分享文学、美学、哲学相关的知识，也就是这本书说的成为知识理想人。做顺之后，我又去进修了表演课程，为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、喜欢我、信任我。所以我在各个方面以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不断的完善、迭代自己，重塑自己，给大家带来更新鲜的视觉体验。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我注定会越来越好。一个人能创造的社会价值越高，他就越幸福，成长的也越快。比如我的账号为很多人提供了学习价值，大家在我账号里学到了文学、美学、哲学相关的知识。有人被黑子气得不轻的时候，我就去怼黑子，让我同在的心情舒畅，这就是陪伴价值。射雕上映期间，很多妈妈家、奶奶家不知道如何买票之后验票，我就发布了如何验票的教程。今年我还发布了新专辑海报的熨烫教程，这些都是我创造的服务价值。去年很多同单在我账号上买到了179元的肖战同款热巴度，当时全网的价格都是199，我能为粉丝谋福利，这就是我创造的行业价值。总结起来，做账号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。而且做追星博主的话，没必要去上几千块的课程，那些课程我上过没有什么用，他们针对都是泛赛道，比如说汽车、母婴、宠物等等，跟追星你这个细分赛道没有多大的关联。你去看这本书就够了，因为赛道已经定了是追星，用户已经定了是同单，你每天有花大量的精力在追星，只要按照里面的逻辑捋一捋自己的思路就可以了。但是啊，个人 IP 和追星博主它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。泛追星博主的话，你剪颜值、剪身材，还有剪访谈语录，这些都算。但是个人 IP 的话，你要突出自己的
特色，像我就比较有特色，虽然我粉丝量不高，但是我会被同单记住。那减颜值、减身材的博主已经很多了，做得非常的成功。那现在去挤这个赛道的话，其实没有太大的优势。我是觉得很多小飞侠不厌其烦的去做追星这件事情，就证明你在追星上是很有天分的。像我在追星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激发了自己在文学、美学、哲学以及表演上的天分，对不对？那像我在文学、美学、哲学这方面是具有先天优势的。表演以前我觉得自己不行，然后学了之后就挖掘了自己的天分，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刚开始做的也一般，慢慢的把它做长期之后，做成一个终身事业之后，你自己得到成长，很多同单也会喜欢你，然后你的想法跟你自己的偶像越来越趋同。你追星就是追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嘛，追偶像的过程中你也能获得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。当然啊，刚才说的话是我的个人想法，也是我的个人建议，因为我真的是用1-2年的时间把追星这个事做得与众不同，把这条赛道走通了，并且这些方法论我找到了，都在这本书里面。所以有想法的同单你可以试一试。那如果你决定做这件事情的话，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，那就是很多人会来骂你的人包括黑子、水军、叠加明星的粉丝，还有个别言辞激烈的同单，你的很多行为，包括你写错字、发错音啊、标错字幕等等，都可能会被放大，被人拿出来说。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我的话就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也不会就是因为别人的一些个非常偏激的言论影响到自己的心情，也能够做到把黑子当养分来滋养自己啊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它都是 A、B 两面。我不会为了就是宣扬我自己的观点，然后告诉你做博主这件事情它是百利而无一害的，它是有利有弊的。OK， 找不到比肖战更宠粉丝的人了，我跟你讲。这段时间我收到一些个留言，就是他的唱片在放的时候出现了跳帧或者呲啦呲啦的声响，这其实是一个经验问题，等我来给你解决。这俩小卡片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我朋友是一个黑胶迷啊，他跟我说第一次在明星的专辑里面看到盖压阵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唱片压阵，它有一点重量。我这个是263.7克，它下边有一个孔，这里是比较软和的，不会摩擦到我们的唱片，它就放在盘芯这个位置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等我细细来给你讲啊。一体式唱片机的音响和转盘、唱臂都是做到一起的。当我把声音调大以后啊，这里发出声音就会产生一定的震动，再加上转盘和唱臂也是一个活动的状态，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啊，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概率问题，那就是呲啦呲啦的声响或者是跳帧。那么我们怎么避免呢？很简单，加一个压阵。现在我是把压阵压上去了，但它长得怎么说呢？就长得比较专业啊，它长得比较专业，所以音乐人肖战肯定知道啊，压阵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给我们配了这些个卡，我们把它这么一盖，你看是不是就顺眼多了？跟咱自己家里的东西也都搭得上了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为压阵准备的。当然你可以把它塞到各种圆形的小包里当小卡用啊。在压好压阵的情况下，我给大家录一段纯享版音乐啊，我刚才是把音乐关很小，要不然你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。边飞，午夜染了灰，甜梦的停止呼吸。所以一体式唱片机最好配一个这样的压阵，但我真心觉得这个压阵实在是太丑了。我昨天已经把漂亮的压阵的这个想法发到几个义乌老板在的群里，但是他们跟我说忙着在生产世界杯公仔，好像一些球星的公仔，就没有理会我这个信息啊。我也在到处找漂亮的压阵了。我一直想要的压阵造型其实就是我单公仔这种，把克重做到260克以上，然后这里打个洞是吧，能放到盘芯上，那我就是非常喜欢的。我再找了，我努力再找了，找到了跟大家讲啊。然后分体式唱片机的话，很少会出现呲啦呲啦的声响或者是跳帧的问题，因为你看它的音响啊，离得挺远的，就是互不干扰。肖大设计师真的非常的细节啊，能把我们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到了。